两线作战从来都是国家战略要尽量避免的。像美国这样自己给自己制造出一个两线作战的局面，历史上非常罕见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今天的节目话题叫做美国两线作战，中俄联手，它一条战线都打不赢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境外媒体上比较热点的话题是关于中俄联合以及美国在欧洲、亚洲两线作战的问题。2月18号，一个美国人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，痛骂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败涂地。那些美国视为对手甚至敌人的国家，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，已经团结在一起，这让美国如何破解呢？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并不仅仅只有中国和俄罗斯，还有叙利亚、伊朗、朝鲜、古巴、缅甸等等。除了中俄，其他这些国家的力量相对薄弱，对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影响并不大。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政权，不受到美国的颠覆，就已经是最大的奢望了。特别是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已经苦苦支撑了10多年，没有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支持和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可能早就崩溃了。但中国和俄罗斯就完全不同，中俄不但是核大国，而且具有多个领域、多条战线上的行动能力。换句话说，美国要想和中国和俄罗斯直接冲突，哪怕仅仅是为了达成一个很小的目标，也要考虑到战略全局上的各种后果。做好冲突不断升级的准备，甚至要考虑全面战争。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曾经2次把中国和苏联逼到联手抗美的境地。第一次是朝鲜战争，第二次是越南战争，结果都是美国一败涂地，吃了大亏。朝鲜战争美军伤亡14万人以上，消耗军费400多亿美元，消耗弹药等等物资7300万吨。越南战争呢，美国的损失更加惨重，军队战死58202人，303616人受伤，2500人失踪。战争消耗至少2500亿美元。越南战争导致了美国社会大规模的动荡，所以当中俄宣布友好合作关系不设上限的时候，美国的政府决策层立刻感觉到了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棘手和痛苦。我想说的是，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麻烦可能比朝鲜和越南战争时期更加严重。今天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，俄罗斯无论国力军力只有苏联的一部分，但是在欧洲方向，俄罗斯还是具有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。今天的中国却远远比那个时代强大。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还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。如果没有中国，国际经济循环可能就要出问题，可能就会进行不下去。今天的美国比那个时候又怎么样呢？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，占据了全球 GDP 的1半以上。越南战争时期，美国占全球 GDP 的比例下降到不足 40%， 但制造业依然独步全球。在主战武器领域当时的美国领先中国2代以上，而且很多装备的类型是中国根本就没有的。即使和苏联相比，美国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也处于明显的领先位置，特别是在装备的可靠性、电子化的水平、人机工程学等方面，即使是苏联的装备，顶多也只能望其项背。当时如此强大的美国集中精力在一个战场上对付中苏联盟，都只能铩羽而归。那么今天美国用愚蠢至极的战略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两线作战的困局。西线他想利用乌克兰挑衅俄罗斯，东线呢他要武力介入台海和南海同中国较劲，伸出2个拳头打人，美国有一点点胜算吗？没有。另外，美国能驱动的仆从国也越来越少了。朝鲜战争的时候，美国可以鼓动另外15个国家拉起一支所谓的联合国军。越南战争时候美国就只能找到7个盟友帮忙了。这一次
大多数欧洲、北约盟国都表示不打算和俄罗斯开战。在亚洲呢，也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表示愿意跟随美国效命。小孩大家都知道，两个拳头同时伸出去打人是很危险的，两线作战从来都是国家战略要尽量避免的。像美国这样自己给自己制造出一个两线作战的局面，历史上非常罕见。这不单纯是因为以拜登为首的美国执政集团战略能力缺失，主要是美国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的。尽管他的国内危机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，但美国绝不放弃全球霸权和美国优先，因为一旦失去了霸权地位，就失去了在全球割韭菜的能力。美国国内的债务问题、政府赤字问题就更没有办法解决了。美国深陷两线备战的困局，不但严重地消耗了美国的国力，也充分地暴露了它纸老虎的本质。唯一有悬念的就是哪一件事情会成为导火索，最终引发美帝国主义的崩塌。诸多的迹象表明呢，美国的衰败是无可避免的。只有246年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铁心要把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当作敌人，最终谁会败下阵去呢？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